去吧。听讲，比那个五毒门的五毒还要厉害。我见过文湖九的五毒，他那个武功啊，还是2个脑袋。这是什么阵法？五毒阵，寻常呢是用来困住人的，五毒将人困在其中，随后释放毒物。这是我们温家不外传的秘法。神医如今反着使用，是用来隔绝这花毒的。没错。遍布全城的毒，闻所未闻。能用出此等毒术的，天底下只有3人。我能想到的第一个，就是温家家主温壶酒。我舅舅的毒啊，确实冠绝天下。往上看3代，往下看3代，都找不到像他这般天才的毒术大家。但他呢，却是雪月城的脸盲，绝对不会参与到无双城的破事中。况且啊，这里的毒，一看就是精心筹划多年。我舅舅他懒得很。这第2个人，应当来自唐门。没错，是唐门用毒第1人，唐灵皇。但唐门也是雪月城的联盟，而且啊，这唐灵皇只喜欢用能杀死人的毒。他还曾说过，若是这毒不能将对手给毒死，那便不能称之为毒。他在这方面的执念啊，可以称之为是魔障。那第3个人是谁？五毒门门主毒媚娘落烟蝶，只有他喜欢用这花香味的毒。他喜欢人在这温香暖玉的环境中不自觉地死去。这用毒之人都有这么变态的癖好？变不变态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花剑散之毒啊，只能让人功力暂失，却不能置人于死地，说明他们留有后手。如今这四怀城中，亦有不少高手混入，甚至有剑仙。卢玉宅是不愿意合作了？他说，他的底线是不伤害他的师傅，所以他收到那2封信之后，会告诉他师傅。属下无能，没能及时接住那2封信，事关四怀城生死存亡，陆玉宅势必会告诉宋彦辉。刘云起已死，剑山月已退，如今的无双城只剩下一个宋彦辉。看来这城主之位也该换个人做做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这无双城的新任城主应当是……自然是论武堂堂主剑无敌先生。我同你说过，我对城主之位没有兴趣。自然，倒是好先生只管修剑。答应过你的无双剑匣，我会派人送到你手上。多谢殿下。先生是执迷于剑的人。世上凡有执迷者，若不悟，则一生被毁；若悟到，便腾云而起。先生此时出关，应当是有所悟。但寻一剑，早就为先生备下了。我会替你寻到那卓越安，让他为先生试剑。祝先生一剑登天。
你和他一起去，兴许剑先生有用得上你的地方。是。怎么了，先生？这家伙视剑如命，怎么到了真要对剑的时候就停住了？莫不是怕了那咒怨？洛阳酒家，先生，可是想进去吹一杯酒啊？在西边有一座木梁城，木梁城里有一位孤剑仙，据说是5大剑仙中最强的那一个。他的名字叫做洛清扬。洛清扬很早就闭城不出了，这些年他从未和任何一个剑仙交过手。你凭什么说他是第一？这里面还有人呢！哎呦！你方才该不会是真的想杀了他吧？我又不傻，何必给自己找麻烦？我不过是吓唬他。那接下来我们……既然没了那问剑之战，我自然是回雪月城。难得离开雪月城，不去些其他地方？你的话很多啊。哎，你啊，太凶了！我好歹和你师兄齐名。若论辈分，我是8公子，他是9公子，我还比他大一点。但你跟我说话，我总觉得是在威胁我。谁让你始终不愿意跟我比上一场？这如剑仙的剑，我还是很想见一见的。你若愿意跟我比上一场，我就邀你去雪月城，喝我那大师兄新鲜酿造的风花雪月。风花雪月是极好的，但是和你比上一场，却是大大的不好。死书生！凶婆娘！驾！苏昌河。驾！看到了剑仙都不停下来说上几句话，看来他们遇上了大麻烦。接下来我会睡着，可能接连10几日都会醒不过来。你们不要担心，等我们到了南安城，我那十指看到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好，神放心。但如果他没有及时看到，我就会变成妖人。在我变得很丑之前，你一剑杀了我，听到了吗？他听不到，他也不能听到。妖王定然会看到的。凡事总有万一，答应我，杀了我。狗爹，你不许拦着！宇哥和哲叔还在屋里陪着师傅，师傅还不知何时能醒。昌河大哥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传信回来让你放的信鸽，你放了吗？自然，可你信里还没说因为何事。你师父白鹤怀中了奇毒，需要药王杏百草才能解。那信鸽就是送往药王谷的。眼下药王还未到，时间怕是来不及了。不，
师傅吉人自有天相，定能逢凶化吉的。鹤羽药庄，鹤是小师叔，那这羽会是谁呢？这位先生是来问诊的吗？你是那羽？羽？什么羽？哦，没什么没什么，应该是搞错了。我来这里是找我的小师叔的，麻烦您通报一声。小师叔？我们这里没有年纪这么大的人。药王新百草先生，赵岩，论辈分，你可以唤他一声师兄。你终于来了，里面请。哎，他们人呢？吃饱了，被药庄去了。我那个女孩拖走了药王。哦，他交代你赶快把这个规划稿送到药庄给他。小二，送去鹤羽药庄。好嘞，谢谢客官。发生了何事？查到下落了，大皇子去了天启，其他人去了他们。果然，无双城内战他们既然败了，必然会寻找新的目标。没想到居然会是唐门。哼！哎呀，这个唐门呢，是最擅长读书邪道的门派之一。要是这个叶雅带着营口的话，那这个事情就不简单了不？唐门是琅琊王的势力，之前刺杀唐二老爷的任务，就是针对琅琊王最看重的唐连月。或许，这背后站着的就是大皇子。所以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哼！雨墨还在调查唐门的情况，先给他一些时间。我们最近做些别的吧，苏木雨。我们答应过暗河的子弟，会带着他们走向彼岸。南安城，你觉得如何？在这里开宗立派，怕是有些人会不答应。此事就交由我来做吧。行，若是交给我，南安城谁要不答应，我就一刀把他宰了。那我便不管了。苏家主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谁伤的你？长烈。我和雪薇刚到南安城，就看见昌黎被凌霄宗的弟子给赶出来了。本想着给对方一些教训，雪薇连督长都已经抬起来了，可昌黎却说你跟大家长有令，不得伤人性命。大哥和家主让我去找一块风水宝地，我在牙人的介绍下找到一块景好地好的山庄地皮，可那地皮是南安凌霄宗的。凌霄宗的几个弟子不知哪儿来的消息，一见面便看破我是暗河之人。他们说暗河不被南安城欢迎，暗河要想在南安城偷偷摸摸驻扎，他们不管；但要是想光明的住下，他们头一个不让。哦，他们还说暗河鼠辈趋向光明，难道就不怕灰飞烟灭吗？想必这位便是苏家主。我奉师命追随暗河子弟而来，多有叨扰。哼，没想到你们竟真的见不得光。我居在一家药庄里头。暗河已非昔日之暗河，如今想在南安城开新宗除旧派，凌霄宗也不许吗？这些地皮多为富户所有，而我们凌霄宗与滴水仙坊和那些富户关系亲近，我们是不会让他们卖给你们暗河一寸地方的。我们宗主说，暗河沾的血腥太多，南安城庙太小，容不下一尊修罗。
宇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红熙和子怡都来找我看外伤？苏昌黎，你怎么也受伤了？跟我来，我给你包扎。好。原来你们特意让我们来南安城，就是为了这件事啊？你们这是要在南安城开宗立派啊？想想就不是件易事儿。早知道我就跟七刀叔换换了，他不也是家主吗？我呢就和雪薇留下来，镇守暗河，让他来。算了，他来了的话，指定把那些人一刀都给砍了。告辞，慢走慢走。等等，苏公子，我知道你与鹤羽药庄的那位神医有关，不是我为难你们，实在是凌霄宗和滴水仙锋说了，不能卖任何一块土地给你们的。您实在要寻一块地皮的话，不妨去长生门的驻地打听打听。长生门，这长生门呐，并非南安城本地的事，是从四怀城那边过来的。虽说这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可就是这条过江龙，偏偏从凌霄宗和滴水仙锋的嘴里咬下一块肉了。哎，现在南安城里那些不在两派控制下的土地，正是归他们所有啊。多谢。站住！叫你来伺候这子！住手！住手！暗河不是什么人都能杀吗？那我就将这世上最难杀之人放在你面前，你不用这么着急给我答复，想清楚。在什么？你说你要是一转头，你整个头颅会不会滑下来？放心，我不会真的杀你，因为苏沐雨的命还在你们手上呢。我怎么能真的杀你呢？大家长，滚吧！既然苏沐雨还是你们的客人，那就多做些好吃的给他。他不吃辣，记住了。大家长，方才你好像动了杀心啊？是啊，我刚才真的想杀了他，差点没忍住。还好你忍住了。啊，便如此吧。希望他们好好对待我们的小木鱼。殿下这来鸿去雁，用的是越来越好了。一点诡道之法罢了，都是当年李先生教的。哦，当年的李先生，他呀，虽然执掌天下第一学府多年，可他自己却是个离经叛道之人啊！除了正常的刀剑功夫以外，对于这些奇门遁甲、阵法鬼术，也都是极为精通。要是让他知道我用这个术法避开所有人来这里喝酒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摇头啊？殿下，可要吃什么酒？还是老样子？啊，那找酒吧。好。若不是跟了他一路，还真发现不了他。琅琊王在这饮酒。大家长，你吓我一跳。抱歉啊。
这个世界一个人在这饮酒毫无护卫，还没有引起围观，还真是稀奇啊。再好喝的酒，带着仇一喝，也会变得很苦。你是何人？烦请将外头那些客人散了吧，明日去王府找管事报销今日损耗即可。是。暗河新的大家长，苏昌河。你很自信。人的野心自然要足够强大，才能有战斗一生的欲望。而对于我们杀手来说，能杀掉世上最难杀的人，就是我们最大的野心。说的倒有几分意思，这句话值得饮上一杯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世人口中万丈光芒的琅琊王，会独自一人坐在这酒馆中喝酒。你很孤独。我跟了你许久，你身边才是真正的无一人。因为今日的你，刻意让自己不被别人发现。哦。因为你刻意的想要看一看。这个天气，这个天下，没有你，琅琊王会是如何？是不是依然还是那个样子？是不是你这些年这么多的抉择取舍，根本就不值得？若你不是杀手，倒是值得真正和你喝上一场酒。很可惜啊，这世间不能没有你，琅琊王。在光明处你有人瞻仰，而在黑夜有我们在等你。在天启城，我可许久没有打过架了。殿下不肯拔剑，是想拖延时间？是我忘了该如何出家。忘了？我曾经有一剑，名天下第三，是因为我师父李先生他有一剑，剑名天下第二，寓意我为天下第二，谁人敢称天下第一？那你的天下第三，便是自学堂李先生之后。剑术之道，便在于你了。我真该和那个家伙换一下，让他来杀你。可我挥不出那一剑了。我还记得创剑时的快活，用剑时的豪迈。可如今，当我提剑而起时，便只觉得兴致寥寥，而后阙剑也没有回应我。好阙。只是一柄剑而已。名剑有灵。你这一剑，虽然有包容万象的宏伟，但对于我来说却是空洞苍白。因为你的剑意之中有着太多的仁义宽宏，而少了能真正置人死地的杀心。这样的剑，我不怕，因为世人眼中的天下，从来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。
这一剑杀的是人心，能褪去执剑者的杀意，而我不一样，我出剑便是为了杀人。是啊，毕竟没有一剑可以真的容下整个天下。大剑长，拦住！一个人跑出来喝什么酒？还以为自己是那个任性的皇子吗？心月姐姐，天启四手，青龙使。我就知道，暗河的人来天启城没什么好事。你和苏沐雨那个家伙不一样，韩一跟我说过，见到你不用犹豫。剑心中心较万千，是比我还极致的杀人意。看来是我这万千星剑的威压还不够，让你竟然还有时间说话。娘娘立这佛堂，是想为生辰牌上的人消除业障，积累福报吗？大胆奴才，谁让你说话的？你说的没错。娘娘还是放下念珠，走出佛堂吧。娘娘，这奴才越说越离谱了。无妨，让他继续说。念佛无难事，所难在一心。一心亦无难，难在断爱根。娘娘连心都是乱的，何必要为难自己？还是尽早放下吧。你如何知道本宫的心是乱的？在下从刚刚移入院中，便知道了。是因为那些落叶吗？是本宫不让他们打扫的。落叶本是自然常态，何必人为处置？可娘娘，又为何将这佛堂擦拭得一尘不染？落叶与落尘又有何不同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无心。无心。抬起头来，让本宫好好看看。你的眉眼为何如此熟悉？看来是在下与娘娘有缘。你刚刚说你叫无心，谁给你取的名字？我师父取的。师父说，无心则明，无心则不偏，无心则不思。因为无心，所以自在。你应该是有个好师父的。我的师父是世上最好的师父。娘娘，郡王来请安了。
你在这里等着本宫。是。母亲，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儿臣那日惹母亲难过，回去后心中十分愧疚。今日见完父皇，便召集来见母亲。母亲不喜欢喝八宝茶，我让人从外面带了新的茶叶，母亲可以尝尝，这个合不合你口味？拿去冲上。他是谁？哦，是红清寺派来给你父皇点香的小剑，一早就来了。哦。这小太监的身形，怎么看着有些熟悉啊？你见过的人太多了，也许只是长得像罢了。也对。去把佛堂打扫一下。是。母亲，请。茶色看着不错，想来味道应该不错。好喝。赤王经常来看宣妃娘娘吗？也就这2日来的频繁些，有时半月都不来。那宣妃娘娘一直都是这么独来独往的吗？开始也不是这样，那时圣上经常来看娘娘，隔3差5就发来赏赐。后来发生了一些事，圣上不来了，赏赐也没了，慢慢的，其他人也都不来了。宣妃娘娘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，别人不来，她也不出去。奴婢已经很多年没见她和别人说这么多话了。父皇最近在为一件事情烦扰，母亲想不想知道？与我无关的事情，不说也罢。如果是与你另一个儿子有关，为何又无故提起他？你不要乱来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母亲为何要斥责我？我只是提醒你，你可以尽情的用手段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但是有些人，你碰不得。尽情用手段，母亲。若不是你当年在外面惹了事，我何须用手段啊？你本是父皇最宠爱的妃子，我是父皇最疼爱的儿子，我想要的东西唾手可得。要不是你和叶鼎之，我怎会沦落至此啊？这些年来，我受到的嘲讽、冷落和讥笑，可是你呢，偏安一隅，又知道多少？不过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好像对那个叶鼎之还是情根深重，就连与他的儿子都比我重要。那我就等着看，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。
娘娘要不要回房休息一下？你在宫外也听说过我的故事吧？都是些市井传言，无心不敢妄言。坐吧。谢娘娘。说来听听。宣妃娘娘在当今圣上还是景誉王的时候，便嫁入王府成妃，后遭奸人所害，被那魔教教主叶鼎之强掳而去。最后魔教战败，娘娘顺利脱困，这才被人所救，回到这皇宫之中。跟我想的差不多，保留了他帝王的颜面。难道事实不也正是如此吗？你很好奇吗？你若知晓了，或许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我在这景泰宫中听到的，自然也会留在这景泰宫中。其实，外面那些传言大部分都是真的，只有一点，我是心甘情愿随叶鼎之而去的。我们两个分开，才是奸人所害。他们骗我，玉儿得了重病，把我骗回了天启城，又让叶鼎之误以为我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抛弃了他。他死之前，我终于又见到了他。我跟他说，我们俩一起逃去男爵，离开这些是非。他说他做了太多错事，已经不能一走了之，只有一死，才能保住他的族人。最后，他自刎了。所以，你最后跟他说的一句话是，想要跟他走。但是已经太晚了，我走错了一步，才导致现在所有的一切。那之后为何你又选择回到宫中？我有2个孩子，有一个当时还困在宫中，我放心不下的，所以便放弃了另一个。另一个，也只有我回到这宫中，萧若锦才不会为难他。帝王家总是把颜面看得很重，我回来了，他也会答应我的允诺。如今我那孩子已经去了极寒之地，不过距离我离开这里也不远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也许是因为你跟他长得很像吧。魔教教主叶鼎之，他的眉眼跟你一样好看。我的孩子应该也跟你年纪差不多。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叶安世。不错的名字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，也是我第一次觉得如此喜欢这人世间，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。原来是这样。说说你吧，你呢？无心，给我讲讲你的事吧。我的事？对啊，你是哪里人？
在哪里长大？你又是如何到了这天启城的？我在所有师傅生活之前，过得很混乱，但是还算快乐。我的记忆里有我母亲、父亲，还有许多疼爱我的叔叔。只是后来他们都走了，我有幸被师父收养，我们每日相伴，相依为命。再后来师父也走了，然后我就一路兜兜转转，最后来到了这天启城。没想到你小小年纪，却经历了这么多。娘娘困了，不用叫我娘娘，我不太喜欢这个称呼。无心，你先离开吧，改天再陪我聊聊天。不过也没多少时日了，我就快要离开这里了。宣妃娘娘，宣妃娘娘，娘亲。小雨这个混蛋！你在想什么？吴昕应该入宫了吧？吴昕，你找到他了？他之前就入过一次宫，但是被锦轩所伤，最近一直在休养。我前几日寻得锦仙，让他帮忙带吴昕入宫。他是想见他的娘亲。嗯。不过这太冒险了。我认识的吴昕，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。他不会做傻事。每个人都会做傻事，在遇到最在意的人和最在意的事的时候。帮我盯着宫里的消息。好。小雨，为何要对自己娘亲下毒？那又如何？反正那个毒又不会见血封喉，而且有你给母妃运气逼毒，她自然不会有问题。这是药王谷的逆毒之术，当你运气逼毒的那一刻，这毒早就已经转移到你身上了。